我喜欢这个动画10分，我讨厌这个动画0分。我们经常会发现，大伙儿对于动画的评价无限趋近于点外卖，以至于在有些平台超过8分的动画才是能看的，超低分动画往往不是真的难看，而是整了些烂货。甚至有些平台评价动画不是通过动画的好坏，而是看评分人的屁股在哪，这个就不聊了，废弃。而大家平时用的打分方式很多是10分制的，但是大伙儿很难细分到这个程度。很多时候来说，大家对某一个动画只是看完了就算了，需要的评分按钮可能只有2个，好看和不好看，然后看大伙哪一个按得多就好了。但是呢，这个时候就会有人提出，那我觉得这个动画只是一般，既不好又不差，这要怎么办呢？于是就多了一个按钮，一般评分变成了3分制。可是吧，其实在出现扩充选项这一步操作之后，事情就已经不可控了。不好看、一般、好看这3个选项也可以存在中间项，于是3分制就变成了5分制，慢慢的也就有了10分制。但是吧，不可控的东西怎么可能会在这种时候就停止呢？不知道大家在评分的时候会不会有个习惯，觉得这个动画给7分有点低，给7.5又有点高，于是给了个7.3或7.4的情况。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在使用10分制评分的时候，其实真正在使用的是100分制。可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有一个假设，一切都是因为出现了平均分。当大伙在使用10分制的时候，哪怕每一个人都在使用的是整数的评分体系，可是这些平台在最后还是会给你一个8.7、8.8这样的所有人的平均分。大家刚入坑看点高分作品，点进排行榜，发现个个都有点几的分数，那自然而然在评分的时候就带入了这个评分体系。在评价的时候对动画有比较，比如入坑的时候看到 EV 是这个分数，那么看完某个动画的时候去评价就要考虑一下这个动画能否超越 EVA。 当然这也不是现在的评价体系，而为什么有些平台会出现8分以上才是能看的情况呢？我有一个猜测。首先我们有一个已经在使用近乎是100分制的10分制的大前提，然后就该看看我们的教育体系了。假设你是一个初中生，你考了70分，会有老师家长觉得你是一个一般学生吗？明显有点困难。只有你考了80分，甚至是85分以上，你才是班里那个透明人一般的一般学生。同学不会问你问题，老师不会找你麻烦，那很垃圾的动画自然而然的就有3分、4分的评价。因为一个玩考的再差也很难考到30分以下，除非你是兽娘动物园2这种纯来搞人心态的。我对这个评分体系看法是，我没有看法。既然每个平台的评价体系都是不一样的，那么既来之则安之，来了就先学习一下这里的评价体系，哪怕不评论也得方便自己能快速定位到这个平台上好评如潮的作品，也能知道这个社区里的讨论环境是什么样的。比如你看海外评分网站 MyAnimeList， 你就会发现他们是真的很喜欢看战斗爽，小破绽就是不犯错就是9分。那既然聊这个话题，我也给一个我对于动画的评分标准，总分10分，剧情占3分，画面占3分，音乐占2分，配音占1分，立意占1分。一项一项讲，剧情的3分分别是剧情不好就0分，比如突然给你整个烂活的利克利斯，画面再好，角色再可爱，剧情上很多硬伤还是要扣大分的。剧情一般给1分，这个就很多了，反正那些泯然众人没啥人提的动画，基本上剧情都在这一档了。剧情好2分，你像很多知名的老动画，它很火，但是你看它的剧情好像也不是神中神，比如樱花庄啊、超炮啊这种看的时候很爽，但真要去夸一句这剧情是神作，好像差点意思。剧情神了，满分3分，这个神了，比如命运石之门这种剧情强的离谱的动画，画面肯定是评价动画的重要一环，和剧情一样不好直接0分。就像是妹非妹，不知道大伙有没有听过一个说法，妹非妹其实只是画面不好，剧情没啥硬伤，但是画面是评价动画的重要一环，不好意思了，画面一般的1分。比如青春猪头少年不会梦到兔女郎学姐这样，这个画面你说它好吧不太好，你说它不好吧也没有那么差，所以一般。画面好的2分，很多动画画的非常稳定，但是没有什么炫技的成分，比如香河之物、魏公家今天的饭这种，画面肯定不能说它不好，但是你去捡一个作画卖的，肯定也不会在这里选太多画面，画面神中神的3分，这个就不用多说了吧。当我说到神中神，大伙儿脑子里应该都有自己的答案了吧？来打在弹幕上。其实这2个评分指标出现后，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清晰的标准了。很多画面不太好，但是剧情不错的动画也不至于被误伤。然后是音乐的2分，不好0分，正常1分，优秀3分。其实音乐对于一个动画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但是为什么我没有给3分呢？因为动画真的是靠音乐神中神来 C 的话，那基本上也完蛋了。这里只是用来区分优秀的动画音乐和常规动画就可以了。举例来说的话，那就是栗子与青鸟这样的，你能明显
显感觉到这个动画在用音乐叙事的动画，配音1分。为什么要给配音1分呢？这个单纯是一个减分项，如果你实在听到了让你很出戏的配音，那就把这1分扣掉。我在这里就不考杨了。现在这个情况来看，我只能说，如果你不喜欢杨姐，那真的有福了，她会出现在你喜欢的每一个作品当中。最后1分是给利益的，为什么要给利益单独1分呢？因为我觉得能走到10分满分的神作动画，有没有利益是很重要的，也不是说什么必须是宏大叙事、人类命运共同体之类的很庞大的利益，只要你在看的时候觉得这个动画能说出点这个动画想要表达的东西，并且这个表达不是流于表面的就行。拿前段时间火爆了的超时空辉夜姬来说，我之前杂谈视频里说的是硬要找利益的话还是有的，但这个明显是有些牵强的，所以超时空辉夜姬哪怕其他分数全都拉满了，在我这里评分也只有9分。所以当我使用这个评分体系的时候，利可利斯这个动画利益在面上是有的，但剧情表现出来的有点立不住，并且都是流于口头，剧情更是拉完了，所以剧情和利益上4分就已经扣掉了，那这动画还有6分。到了画面这一步呢，也不能说是神中神吧，那就再扣1分，还有5分。配音没有什么问题，音乐花之塔挺好的，但是真说优秀又不够，再扣1分。所以利可利斯在我这儿4分。当然这里我要叠个甲，这个评分体系本身就是我一个个人的评分体系，这几乎要抛开看动画的时候的情绪来做评价的，而且会出现剧情很垃圾但是画面很好的动画和画面很垃圾但是剧情很好的动画分数相同的 bug， 并且有些画风很诡异的动画是很难统一评分的，所以并不能推广到普世的程度，单纯是我自己用的。那么你心中对于动画的评价体系是什么样的呢？在评论区说说吧，大家一起消除下信息壁垒。我是凯基，我想和你聊聊动画。